大人，为何还不睡啊？睡不着啊。我陪您出去。你歇着，我去院子里走走。顺子兄弟，顺子兄弟，顺子兄弟。狄大人，哎呀，我看你这儿亮着灯，还以为你在呢，有点不恭了啊。哎呀，没事，我衙门里有点事儿，出去了一趟。哦，狄大人，这么早就醒了？我根本就没睡，换了地方睡不着觉。那狄大人，请聊会儿啊。哎呀，这么早，衙门里就有那么多的事情啊！哎呀，黄夫人来衙门里找黄大人，问黄大人为何2天都没有回家，还哭着闹着非要闯感恩堂，将值夜的看守都打了。哦，哈哈，黄大人2天都没有回家，他以前经常这样啊？从未有过。您有所不知，那黄夫人是有名的醋坛子。别说2天了，就是晚半个时辰，黄夫人也会跟他闹半宿的。哦，白天没见过黄大人吗？前日下午见过，昨日好像未见他出来处理公事。哦，好。黄大人经常去感恩堂啊？自从玲珑走了以后啊，他也很少去了，只是偶尔进去坐坐，说是要感受一下皇恩。也就是说，玲珑在的时候，黄大人是感恩堂的常客。哦，2天没回家，也没有处理过公事，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不会吧，大人？他堂堂一个知府，那在泰安就是一个小皇上，他能出什么事？不对吧？走，去哪儿？知府衙门。黄夫人走了吗？又哭又闹，折腾了半宿，刚刚才走。将值夜的弟兄们叫出来。黄大人回来了吗？不是黄大人，是狄大人。参见狄大人。好了，都起来吧，打扰各位了。感恩堂在什么地方啊？在后面。去看看。大人说的对，黄大人吩咐过，没有他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入感恩堂。狄大人也不行了，他可是朝廷命官。张捕头，你不是不知道衙门中的规矩，这可是皇上住过的地方。刚才你也看到了，连黄夫人想进都没让进呢。黄夫人能与狄大人比吗？张捕头，黄大人的脾气你也了解，他要是一发火，兄弟们丢了饭碗是小事，要是连吃饭的家伙都丢了，可就是一辈子的事儿。是啊，这位兄弟说的也对，既然是黄大人的吩咐，那就按吩咐办。如果皇上来了也不让进吗？当然行了，这普天之下都是皇上的地方，那谁敢拦皇上啊？哦，御赐金牌在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了吧，开门。是。
黄大人平时喜欢在哪间屋子里感受皇恩呢？不知道，黄大人一向是一个人进来，不许别人跟着。哦，那皇上住过哪间屋子？正房。大人小心！来人，拿火把来！大人，黄大人，这黄大人怎么会是被杀的？想到就是黄大人被人从仇家这什么人？对呀，黄大人是大人，黄大人应该是前日被杀，是利剑断喉。大人，房间中留下的那些痕迹，也都是利剑的划痕，看得出黄有安是与凶手搏斗之后才被杀的。黄大人也通剑术？啊，黄大人是武进士出身，不知为何却做了文官。武进士？可听张大人说他是郭襄城郭大人的门生，怎么会是武进士？这小的就不清楚了。大人，黄有安既然是武进士出身，刀剑上的功夫应该不会太差。只可惜凶手比他的更好。骰子，你来看。什么？黄大人死的时候，应该是睁着眼睛，后来被人把眼睛给合上了。何以见得？你看这儿，这斑斑点点的血迹，显然是利剑封喉时溅上去的。而这些呢，这分明是用手摸过的痕迹。有道理，这杀手还挺仁义的。这应该不是杀手所为，而是熟人所为。哎，也许杀手就是熟人。熟人？除了黄大人，别人根本不可能进入感恩堂。我刚才问过门口的守卫，他们根本不知道黄大人进来过，更不可能知道他被杀了。这门口时刻都有守卫，他是怎么进来的？这么熟的活计，还用得着问我？我是说，黄有安放着正门不走，为何要越墙而入呢？他应该在做一件秘密的事情，不愿意被人知道。让看守知道了又如何？他们还敢跟他进来吗？哼哼。你想啊，如果他是一个人，当然可以光明正大的从正门进，衙役们既不会跟着，也不敢看他在做什么。但如果是两个人呢？大人的意思是，他们是两个人，而且要做一件不能惊动看守的事。正因为是两个人，所以要掩人耳目。但总之，他们是熟人，而且在做一件秘密的事情。有道理。也许两个人在谈一笔生意，谈崩了，打了起来。黄有安技不如人，被人给杀了。这种官匪勾结，然后又起内讧的事情，以前常常听说。如果是官匪勾结起了内讧，那倒简单了。难道还有更复杂的？你别忘了，这感恩堂除了皇上之外，还住过一个人。玲珑。大人是说黄有安被杀与玲珑有关？至少他嫌疑很大。还有，我们是昨日到的，黄大人是前日被杀的，而张顺子前日下午还见过他，
这就说明黄大人死亡的时间是在前日的黄昏、傍晚，甚至就是昨日我们到来之前。这简直是太巧合了吧！大人，咱们来泰安可是秘密的，除了太后，可没有别人知道啊。我们来泰安是秘密，可是离开洛阳城，却不是秘密。洛阳城中根本就没有秘密可言。凶手究竟会是谁呢？各位，从今日起，我们就住在感恩堂了。以后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是。张捕头，大人，你立刻带领兄弟们，将泰安府所有的客栈、驿馆、饭庄、酒楼、妓院、赌场，都给我搜查一遍，看看近日是否有什么陌生人进入过泰安府。是。还有，那些卖花女也可以去问问，有外地人来，他们是不可能放过的。是。感恩堂是连我狄仁杰都不能随便进入的皇家禁地，玲珑姑娘却在此居住长达2年之久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太子已经遭贬，人们躲避有恐不及，黄有安如何还会将一位仅与太子有过几日欢愉的女人留下来呢？而且还公然称她是自己的干女儿，这说不过去。要想知道玲珑姑娘以后的事，你应该去问现任知府黄有安。黄有安，他是郭大人的学生，太子事件之后，害怕受到牵连，就投到武承嗣的门下了。黄有安，一个泰安知府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胆子，除非是有人刻意安排。朝廷大臣中知道此事的只有郭襄城与张柬之，难道是他们安排的？张柬之在太子出事不久就远赴成都府了，不可能是他。难道是郭襄城？他是黄有安的老师，也有可能拜托黄有安照顾玲珑。如果真是如此的话，黄有安与郭襄城应该是生死与共，彼此十分信任的关系。黄有安又如何会那么快就转投到武承嗣的门下？他是姑娘什么人呢？只是一位客人，常来店里买花，来往的多了，也就成朋友了。哦，姑娘找他有什么事吗？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我只是想问他什么时候将他的朋友接走。玲珑认识阿禄，而阿禄又是武承嗣的人，难道武承嗣也知道了玲珑与太子之事，所以他们买通了黄有安？这应该是一个很秘密的故事，他们又是如何知道的呢？他们通过黄有安将玲珑拉到自己一边，究竟想干什么？黄有安应该知道这一切，所以他才被灭口。可黄有安死了，他们就不担心我对玲珑姑娘产生怀疑吗？玲珑姑娘在感恩堂一住就是2年，这2年中，玲珑都在干什么？大人，黄夫人来了。她已经看过尸体，现在在知府衙门的大堂等候。黄夫人，我知道您此刻很难过，本不应该问一些伤心的话，但是为了尽快找到凶手，我不得不问。狄大人，您有话尽管问吧。好，请问，您最后一次见到您丈夫是什么时候？
是前天办完。他在家中吃了晚饭之后，跟我说，衙门还有公务要处理，说完便匆匆地走了。可是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他这么一走，就再也没有回来了。请您节哀，黄夫人。您丈夫经常晚上去办公务吗？很少，除非那些比他更大的官来了，他才会留在驿馆或者行宫陪伴。最近或者说这1-2年，来过需要他陪伴的官员吗？有，5乘4，也就是5大人。去年来过一次，说是去泰山游玩的，是我丈夫陪他去的。哦，黄夫人，既然大人平时每按时回家，而那日他却一夜未归，您难道就没去找过他？他临走之时跟我说，什么公务繁多，可能晚上也不回来了。可是直到第2天的晚上，他还是没有回来，我就着急了，便到衙门来寻他。但衙役跟我说，他根本就没在衙门。哼，他又开始骗我了。这个臭男人，满脑子男盗女娼的，一肚子狼心狗肺。自从那个臭婊子走了之后，他就一直心神不宁的。我知道，他是看上那个臭婊子了，想娶她做二房。哎，黄夫人，您说的这个臭，她是个什么人呢？哼，她不过是一个养花卖花的粗野丫头，也想攀高枝呢。您说的是不是玲珑啊？除了那个臭婊子，还能有谁呀？姓黄的金屋藏娇，还舔着脸跟我说是什么上面官员的安排，他也是迫不得已。男人们就爱胡说八道，没一个好东西。黄夫人，黄大人那天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异常啊？异常？啊，就是说，高兴不高兴，愿意出去或者不愿意出去？当然愿意出去了，一提到出去就高兴得不得了，一回到家就像进了老虎窝，马上有人要吃了他似的。哦，黄大人喜欢舞剑吧？喜欢，他看那把剑比看我都多呢。最近您家中来过什么客人吗？没有，别看姓黄的不是好东西，但他从来不收礼的。哦，我不是说送礼的，我是说，比如什么远方来的朋友、亲戚。哦，以前有几位，可现在已经好久没有来过了。都是什么人呢？他没跟我说，我也就没问。反正他与男人交往，我从来不管那么多的。哼，都怪那个臭婊子，要不是这个贱女人，我丈夫也不会在外面勾三搭四的。黄夫人，我听说她是你们的干女儿啊？呸！干女儿？什么干女儿啊？男人认的干女儿有几个是正经的？嘴上说是干女儿，其实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？干女儿会整天与义父泡在一起吗？干女儿会生出这种野种来吗？要不怎么说这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呢？狄大人，我可不是说您呢。您刚才说野种，什么野种？这参见狄大人。哦，顺子，查得如何？该查的都查过了。驿馆这几日没有光客，几家客栈留的也是一些老客人，未曾发现可疑之人。大人，如果没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还有件事情，
玲珑有个孩子吗？孩子？什么孩子？那黄夫人说有个野种，是怎么回事？胡说！他胡说八道！李大人，你别相信，你别相信那个臭婆娘胡说八道！她是恶意伤人，她不怀好心，她想诋毁玲珑的名誉。你为何如此激动啊？我看黄夫人并不像无中生有啊。李大人，你也相信那臭婆娘的话？玲珑是个好姑娘，她不会是人们说的那种人，绝不是。哎，顺子怎么了，大人？好像又有什么新故事了。见狄大人。黄夫人，您有丧孝在身，无需多礼。狄大人，请坐。黄夫人，请。请。狄大人，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府上正有丧事，本不该打扰黄大人亡灵，还请见谅。狄大人有话请讲。那就恕我冒昧了。这个玲珑姑娘，果然生了孩子吗？孩子？什么孩子？我不知道啊。既然不知道，那野种之说从何而来啊？我真的不知道啊。黄夫人，黄大人尸骨未寒，沉冤未雪，尽快将杀人凶手绳之以法，是本官分内的职责。我想，这也是您的心愿。既然如此，就该实话实说。如有隐瞒，恐怕只有对杀人凶手有利啊。其实，我并没有亲眼见过那个野种，我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夫人，又要去哪儿？衙门中有点公务要办。公务？你是去办公务呢，还是去会那个贱女人呢？夫人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照顾玲珑姑娘是受人之托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受人之托？鬼才相信你的话！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夫人，没有什么，就是一些断案要用的证物。证物？你何时把证物带回家中了？给我看一下。夫人，这确实是断案要用的证物，不看也罢。给我看一下。夫人，什么东西？给我看一下。看一下。夫人，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东西？你说。不就是断案要用的证物吗？证物？这都是我儿子的衣物，怎么成为你断案的证物了？我儿子还不满1岁，他犯了什么法啊？他的东西变成你断案证物了啊？你说，你说啊，你说呀！我再三的追问，他就是不肯承认。狄大人，你也是断案之人，你想一想，他从家中偷拿了一些婴儿常用的东西，不是给那个贱人的野种，还能是什么？您就没有亲自去感恩堂看看？我当然去了，可是……夫人，你来干什么？夫人，听我说，夫人，感恩堂是什么地方？这你也知道，不是谁想进就可以进去的。凭什么那个贱女人能进去？
我就不能进去？我也是五品夫人呐，看什么东西啊？让开，让我进去！你不能进去。好啊，我知道，你是怕我看到那个野种是不是啊？我告诉你，无奈的我今天非进去不可。夫人，擅闯感恩堂，那可是欺君之罪，轻者坐牢，重者格杀勿论。你自己掂量着办吧。我就这样被他撵了回来，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！我为他生儿育女，他在外面拈花惹草，反而生了个野种出来。并未亲眼所见，何以见得有个野种存在呢？狄大人，您想想，这不是给那个野种用，还能干什么用啊？后来我也就再没有管他。我怕此事一旦张扬出去，毁了他的官声，坏了他的前程。不然的话，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哎，谁让你们卖花的？啊，你们也配叫玲珑啊？大人，黄夫人说的那个野种，那个孩子，真的存在吗？不像说谎。女人们可以容忍男人的很多事，但这种事很难容忍。玲珑与黄有安居然能生下孩子，孩子很可能有，但未必就是黄有安的。李贤太子呢？公主，全都走！你们也配在御花谷？走走，全走！不许在这卖了！以后不许你们在这卖花！这怎么回事？全走！大人，顺子哥就这样。告诉你们，以后还敢在此卖花，我全把你们抓起来！快把他弄回去。是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谁敢再卖，我全把你们抓起来！算了，别这样，放开我！放开我呀！好，不许再卖了！不许再卖！狄大人啊，你躺着，躺着。没事。狄大人，大人，怎么样？大人，我已经找那几个衙役问过了。他们说，黄夫人的确在衙门闹过，而且说过野种的话。你回去吧。是，孩子的事我知道。那天黄夫人去感恩堂闹事，我就在场。玲珑真的有孩子吗？我没有见过，不过黄大人曾经让我请郎中进感恩堂给玲珑看过病。我担心玲珑，便悄悄问了那个郎中。他刚开始不肯说，我就逼着他说。后来他迫不得已就告诉我了，说玲珑没病，
是有喜了。狄大人，她还是一个没有出嫁的大姑娘，出了这种事多丢人呐！所以，我就一直瞒着。我不想玲珑的。那个给玲珑看过病的郎中现在何处啊？死了，没多久就死了。被人杀了？不是，是暴病身亡。顺子，你很喜欢玲珑姑娘吧？没，你脸上都写着呢。不瞒狄大人，我确实喜欢过玲珑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家早些与玲珑家住邻居，从小就在一起，也就这么多了。你最后一次见玲珑是什么时候啊？那是在2年多以前，隐隐约约我们见过几次。隐隐约约？你没与他单独谈过吗？狄大人，我进不了感恩堂，他也出不来，怎么能……你就没有想过问问他，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吗？他不肯说。你还是问过？你没问过，怎么知道他不肯说？顺子，你见过他，不是隐隐约约，而是离得很近，而且可以单独谈话。狄大人，你这是何意？你怀疑是我杀了黄大人？你见过玲珑与杀黄大人有什么关系呢？顺子，你不要害怕，别想那么多，跟我说实话。是，我是见过他。什么时候？那是玲珑进感恩堂不久，孩子的事我还不知道。有一次，轮到我值夜，负责看守感恩堂。玲珑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好啊。知府大人有没有欺负你啊？知府大人怎么会欺负我呢？他对我好着呢。那他为何不让你出来？黄大人说，这样做是为了我好。玲珑，你的花不养了，你的花圃也不要了。我呀，马上就要嫁人了，哪还顾得上养花呢？嫁人？你要嫁谁啊？当然是嫁我男人了。你有男人了？黄大人说了，这件事要保密，对谁都不能讲。玲珑，怎么了？你说的男人是不是黄大人？你说什么呢？我男人比黄大人好多了，而且我已经是他的人了，我会跟他一辈子的。是太子。他怎么说？他什么也没说。当时巡夜的过来了，他就回去了。这之后你们2个人再也没有单独聊过？没有。我后来升做了捕头，便不再干那些看门守夜的事了。也就是说，后来玲珑离开感恩堂，你也都不知道了？不知道。我问过所有守夜的兄弟们，他们也都不知道。你们黄大人剑术如何？很好，我们衙门的兄弟谁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他左手使剑？是。哎，狄大人，您怎么知道？你歇着吧，少喝点酒，伤身体的。狄大人，您是不是有玲珑的消息？狄大人，她如今怎么样了？她现在在哪儿？玲珑姑娘
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，他死了。大人，您为什么要这么说？我说什么了？您对张顺子说，玲珑已经死了。我还能怎么说？他哭了，哭得很伤心。他的心已经伤透了。大人，就算您不告诉他玲珑在洛阳，至少也别说他已经死了呀。只要玲珑还活着，顺子就会不停地找，用一生追查。而据我所知，凡是与此故事有关之人，结果都不是太好。黄有安官居知府，剑术高强，尚且不能自保，何况顺子一个小小的捕头。骰子，你会练剑吗？大人，您知道，我从来不练剑。那是因为你已经无需再用剑了。大人，您究竟在想什么？没事。你说什么？泰安知府黄有安死了？是啊，大理寺刚刚收到泰安府的讣文。好端端的，他怎么会死了呢？听说是遇刺身亡。遇刺？可知是何人所为啊？这讣文上并未明确详陈具体内容。据老夫所知，黄有安没有什么仇家呀，怎么好端端的就遇刺了呢？是啊，是很奇怪。怎么了？大唐的天下，这是怎么了？成都府的案子刚刚了结，这洛阳城又接二连三发生闯宫放火之事，难道天子脚下也不得安生吗？啊！现在可好，泰安又乱起来了，居然杀了知府。太后，知臣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要觉得当讲就讲，觉得不当讲就别讲。太后，知臣觉得发生了这么多事都与礼贤太子有关，所以听你的意思，礼贤虽然被禁锢在太子宫，仍能号令他人不成？哦，知臣不是这个意思，知臣觉得
洛阳城中依然有人借着太子之事大做文章，有唯恐天下不乱之嫌。智臣以为，应即刻责成大理寺派专人前往泰安，查清并严惩杀人凶手，以警示天下。行了，管好泰安，查清并严惩杀人凶手，以警示天下。行了，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。哀家知道该怎么办。是。吴大人，太后怎么说？太后气愤之极。不过谈到李贤之事，他好像并不以为然。这个李贤就是个祸根，如果没有他，就不会出如此多的乱子。你以为太后心中不明白？太后只是心地善良，根本就下不了这个决心。歇着了，出去。太后，时辰不早了，哀家让你出去。是。泰安知府黄有安被刺，看来有人又要找太子的麻烦了。太子身陷囹圄，与他何干？囹圄之人，不正如砧板之肉，任人宰割吗？千不怪万不怪，要怪只能怪狄仁杰。在成都府之时，他若能对太子网开一面，也不会有今日之混乱。大人，狄仁杰之言未尝没有道理。如果真放走了太子，未必就没有混乱，说不定是更大的混乱。天下是大唐的天下，老百姓的天下，不是某一个人的天下。乱了天下，就等于乱了人心呢。张大人，你给老夫说句实话，狄仁杰突然离开了洛阳，是不是去了泰安？此事我也不清楚啊。肯定是，否则的话，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。狄大人，您还是不要练了。以您这水平，再练10年也成不了剑客。去，抓把剑来，你我比一比啊！您与我比比？大人，别看我从来没摸过兵刃，您还真不是我对手。您还是想想凶手是谁吧。我曾经说过，凶手可能是他的熟人。他的熟人多了，整个泰安府衙门中都是他的熟人，还不包括那位醋坛子老婆呢。凶手不是泰安府衙门之人，甚至根本就不是泰安府的人。您怎么知道？
黄大人号称泰安府剑术第一，应该无人可以杀得了他。大人的意思是，真有人得到消息，跟着咱们来到了泰安？剑客，又是熟人，还可能是洛阳人。哎，这范围小多了啊！哎，还不快去找把剑来啊！你还当真要与我比啊？当然了。哼，行，那我就用这个陪您练练吧。哼，进屋吧。进屋就进屋。大人，要打便好好打，老躲在屏风后头，算怎么回事啊？这叫有固可守，有险可依，乃用兵之道也。休战！大人，就这扇破屏风，也算有险可依，有固可守。只要会使剑的，就能将您捅成马蜂窝。哼，那依你之见，这屏风无法抵挡刀剑了？挡不住，小孩子戏耍打闹可以。那为什么这上面留下了如此多的刀剑痕迹呢？据我所知，你们练武人讲究刀砍片，剑走线，对吗？一般是这样。那依你之见，这是刀痕还是剑痕？应该是剑痕。我们已知黄大人使剑，若凶手使用其他兵器，那么这室内的剑痕应该是黄大人留下的。但如果凶手也使剑，我们就难以辨别了。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，这二人不可能都是左撇子。左撇子？你看这连环三剑，只有正手剑才能使得如此连贯而迅速。我们使正手剑是由右至左，由浅入深，由轻至重，而这三剑完全相反。也就是说，这三剑是左手使出来的。我已经从顺子处印证，黄有安黄大人是左撇子，而如果凶手不是左撇子的话，那这些剑痕一定是黄大人留下的。他为什么会留下如此多的剑痕呢？大人，或许因为屋子小，他们打斗不开；或许因其剑术不精，处处扑空所致。黄大人乃是武进士出身，剑术号称泰安第一，不可能不精。那么剩下的就是凶手了。我们假设有3种可能：一，凶手的剑术比黄大人高很多；二，比黄大人低很多，他是侥幸杀了黄大人；第三，二人剑术相差不多。这满屋的剑痕我数过，有近100处之多。如果二人的剑术相差悬殊，弱的一方无论如何都坚持不了这么久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二人的剑术在伯仲之间。两位如此高超的剑客，怎么会剑术不精，并因此磕磕碰碰，无意间留下这么多的剑痕呢？大人，虽然对刀剑不精，但还是很有研究的。还有力道。你们练武之人，据我所知，高手与那些普通的剑客的差别，最要紧处在于会收力。你看看这些剑痕，哪有半点收敛之意？这分明是
故意披上去的。大人的意思是说，这些痕迹是他们故意留下来的。简直不像是在砍人，而像是有意的去砍墙、砍屏风。福、禄、寿、喜。若说刀剑无眼，那定将这些字劈得支离破碎。可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禄字上长了眼睛？这个禄字简直像披了盔甲，拿了盾牌，丝毫无损。你想想，会不会这是黄大人留下的线索？黄有安留下这个禄字，又能说明什么呢？也许是地名、官名、人名、绰号，都有可能。说明黄大人对凶手非常的熟悉，他深知彼此武功有所差距，自己必死无疑，所以边打边为我们留下了线索。大人，黄有安可没有您这么聪明，他如何知道他死后审案的一定是您狄大人呢？再说了，我们前天到的泰安，他大前天就死了，难道他身后还长了双眼睛？他不知道，有人知道。谁？凶手。凶手？难道说他是从凶手口中得知我们要来查案的，因此在死前留下了线索？凶手既然与他是熟人、朋友、同谋，我想未必是来杀他的。他们肯定有阴谋，并且是针对我们的，只是话不投机，或者是两个人在什么问题上谈崩了，凶手才起了杀心。大人，我还有一事不明。这感恩堂的院子本来就很小，两个人在屋中打打杀杀折腾那么久，外面的看守怎么可能一点都听不到呢？是啊，白天人声嘈杂，也许是听不到，晚上就未必了。黄夫人说了，黄有安是吃过晚饭之后才出来的。简单，试试就知道了。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大人，不对，如果里边果真有打斗的话，外面完全听得见。一种可能是我的判断有误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黄夫人在说谎。夫人，狄大人来了。他又来干什么？狄大人说他是来吊孝的。知道了。黄夫人，狄大人，请坐。多谢，请。看茶？哎，茶就不必了。有件事，问完就走。狄大人，请问吧。黄大人最后一次离开家，是吃过晚饭走的吗？是吃过晚饭走的。吃了什么？吃了什么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。
我们如今发现黄大人是中毒而死，是先中了毒，然后才被杀的。我们要验尸，看看黄大人究竟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。这不可能。可能不可能？你说的不算，我们说的也不算，仵作说了才算。黄大人下午还好好的，晚上就突然死了，这其中能没点别的原因吗？他没有，他没有在家吃饭，对不对？黄夫人，被害者是你的丈夫，如果你不以实相告，就等于是包庇凶手。难道你愿意看到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的丈夫死不瞑目吗？他是吃过午饭才走。他临走时说了些什么？他临走时说，让我吩咐厨房将晚饭准备的丰富一些，说有朋友要来我家吃饭。什么朋友？他能有什么朋友？还不是以前常来常往的那个武承寺武大人家的厨子。宰相家人7品官，就连人家的一个厨子也像大爷似的伺候着人家。阿禄。黄有安果然是白天被杀的，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这位厨子阿禄了。难道黄有安留下这个禄字，就是要告诉我们，杀害他的凶手是阿禄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大人，那阿禄明明已经死了，而且就死在您家里，当时我们也都在，怎么会复生了呢？难道这个世上真的有鬼？不知顺子见过这鬼没有？大人，你要去哪儿？去看看顺子。大人，他若问玲珑，你还是别骗他。那样对他好。他如今是生不如死啊！狄大人，玲珑在哪儿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他已经死了。你骗我！玲珑不会死，玲珑肯定不会死。狄大人，我求求您了，您告诉我，玲珑在哪儿？他是不是在洛阳？他肯定是在洛阳，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去洛阳找他。顺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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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顺子。
你不是江洋大盗吗？啊？你不是轻功很好吗？你不是安亲王吗？连个人都追不到，说！抱歉。大人，阿禄，他果然还活着。这个阿禄，是人也好，是鬼也罢，为何非要杀顺子不可？现在看起来，最可行的解释是凶手不想让顺子去找玲珑。顺子与玲珑是好朋友，他去找他又怎么了？除非凶手是怕他搅局。这种解释很勉强，但仔细想想，也未必就不是如此。要真是这样的话，玲珑去洛阳可就不简单了。如果杀害黄有安与杀害顺子真是一个人的话，那玲珑可就更不简单了。顺子死的有点冤呢。唉，作孽，作孽呀！黄夫人，打扰了，还有件事情要问问你。唉，我该说的不是已经都说过了吗？武大人家的那位厨子阿禄，你见过吗？见过。什么时候？大概是几个月前的事吧。最近呢？没有。据我所知，厨子阿禄极有可能是杀害你丈夫的凶手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他怎么会杀我丈夫？他们是朋友啊，不会的。黄大人最近有没有出过远门？比如说洛阳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？有。去哪儿了？听他说，是到下面去视察民情。走了数月，才刚刚回来不久，他就……走了数月，刚刚回来不久。大人，啊，怎么样？我问过那些衙役了，黄有安确实有数月不在泰安，但肯定不像黄夫人说的去体察民情。是啊，堂堂知府体察民情，不可能连一个衙役都不带。不错，他是一个人去，就连县府的官员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
也许他去了洛阳呢。洛阳，一位五品知府去了京城，不可能京城的官员丝毫都不知道啊。除非他不愿让人知道。会不会玲珑此去洛阳与他也有关系呢？玲珑，看来这位玲珑姑娘的确非同寻常。我们现在立刻回洛阳，这里没必要待下去。是他。郭大人，您再看仔细些。狄大人，老夫虽然年纪大了，但眼睛并不花。我想，她应该就是礼贤太子在泰安结识的那位姑娘，叫玲珑。狄大人，这玲珑姑娘怎么会在你府上啊？哎呦，我也觉得奇怪呀。哎，狄大人，你让老夫到府上认人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除了礼贤太子黄有安之外，就只有您认识玲珑了。如今呢，黄有安已死，我总不能将他带到太子宫请太子辨认吧？所以啊，只有劳您老了，望请恕罪。说来也是啊，也是啊，是啊。狄福啊，上茶。狄大人。哎，狄福呢？狄福哥，他上街去买菜了。二位大人慢用。好，有劳姑娘。是他，的确是他。人长得倒是很漂亮。是啊，若非是礼贤太子出事，说不定应该是太子妃了。说不定还是娘娘呢，也未可知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啊，人算不如天算，真是位可怜的女子。是啊，真是位可怜女子啊。狄大人，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，老夫就告辞了。再喝口茶吧。不必了。哎呦，您看看，还麻烦你一趟。狄大人，您这也是为太子的安全着想，老夫理当效劳啊。真是辛苦您了。告辞。我送您。玲珑姑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位大人，我认识您，我见过您，在泰安府的时候，您是与我父亲在一起的。你能告诉我父亲现在何处吗？大人，请您告诉我父亲他在哪儿？姑娘，你快请起来说话。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也不知道你夫君在何处，你肯定是认错人了。我没有认错人，大人，我真的见过您。玲珑姑娘啊，狄大人，我真的见过这位大人，他当时是与我父亲在一起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啊。大人，骰子。大人，大人，快，大人，带姑娘到后堂去。是。大人，请您告诉我，大人，骰子哥，大人，好了，骰子哥，大人。哎呀，老大人，真是抱歉啊。老夫与他只有一面之交，5年了，他一眼就认出了老夫。看来我也不能再留他了。老爷，
您找我啊？给玲珑姑娘备一辆马车，把银子给她带上。老爷，您这要赶玲珑姑娘走啊？怎么叫赶呢？人家本来就是来府上做客的，我不能总留着人家在府中当使唤丫头啊。玲珑姑娘无亲无故，孑然一身，多可怜呐！你让她何处栖身呢？当然是回泰安老家呀。她老家倒霉人了，有亲投亲，没亲靠友。她一个大姑娘家，在咱们府上多有不便呢。去给她备车吧，就说我一会儿亲自去送她。玲珑姑娘，本来想留你多住几日，但是你一个姑娘家，诸多的不便，啊，银子我给你放到轿子里了，路上用。赶车的人是我的好朋友，路上会照顾你的。大人，您想得真周到。相逢便是有缘，姑娘一路保重啊。希望与大人还能够再见面。一定能。时辰不早了，姑娘请上路吧。狄大人，烦请代我向骰子哥道别，谢谢他对我的照顾。我一定转达，请。大人，怎么样？果然不出大人所料。他不肯走。那倒不是，车刚出洛阳城不久，他就撒谎，对车夫说要方便，结果呢，跑回来了。去哪儿了？郭襄城郭大人府上。他如何认识郭大人府上啊？我查过了，他昨日晚间问过狄福，狄福告诉他的。有意思。哟，这不是李管家吗？什么事啊？回大人，我家老爷请您过去一趟。哦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您府上的姑娘赖在我家老爷府上，说什么也不肯走啊。有这种事啊？已经跪了几个时辰了。玲珑姑娘，你不是回去了吗？你来这儿做什么？玲珑姑娘，跟我回去吧。啊？哎呦！参见宰相大人。李大人，你总算来了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他呀，是来这儿找我要人的。他在这儿啊，已经跪了几个时辰了，怎么劝都劝不走啊。他要找他的夫君，不管老夫我说什么，可他偏偏不信呐。硬是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坟。哎呀，嗨，也是，失夫之痛，在所难免。老大人，您多多担待啊。狄大
大人，人是你留在府上的，祸也是你惹出来的，不，这事儿你看着处理吧。哎呀，我真是作茧自缚啊！你，要不然，老大人，把太子之事告诉他，告诉他啊。他要是发了疯去闯太子宫，那还了得？是，可不告诉他，他还会再来折腾您呢。你看着办吧。总之，不要让他再来我府上就行了。来人，送2位出去。不，老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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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狄大人，请回。姑娘，回去吧。玲珑姑娘，这边啊！你去哪儿啊？大人，人呢？又干老本行去了。卖花？可不，他还能干嘛呀？大人，我骰子在江湖上闯荡多年，跟着您也算见过些世面。可我怎么看，这位玲珑姑娘不像是个有心计之人呢。是啊，她太像一张白纸了。大人，这玲珑姑娘看来是铁了心要找到太子了。你说，她是自己不愿意走，还是有人不让她走？我倒是觉得，她还真是挺执着。张顺子说他离开泰安府差不多2年了，他却说自己到洛阳城不过3个月。这期间他在做什么？也许他是在什么地方照顾孩子。那孩子呢？如果我判断不错的话，孩子绝对不是黄有安的，而是太子的。他那么喜欢太子，为什么治太子的孩子不顾啊？是啊，有什么比照看孩子更重要呢？我先回去了。那他呢？交给你了。你拿好，慢走，谢谢啊。玲珑姑娘，骰子哥，生意很兴隆吗？还行吧。你是来买花的吗？啊，不，你给我们府上送的花啊，够我们欣赏一辈子的了。今天呢，就是来看看你。啊，那我们进去坐吧。不妨碍你吧？不妨碍，走吧。不是狄大人不帮你说话，郭大人那是什么官？那是宰相，那是比狄大人还高一品的官，他府上也是能混闯的。幸亏郭大人宽宏仁厚，并未与你计较。玲珑，我知道你初来京城，有些人地生疏。京城不比泰安府养花种草那么随意，此处你要加倍小心，处处留意。稍有不慎，便会被抓进大牢中去。再碰上个昏官，咔嚓一声，
你吃饭的家伙就没了。我知道，我也不是想为难狄大人。可是那位老爷，我真的见过他，我真的见过他与我夫君在一起的，所以我觉得他们有事瞒着我。臣狄仁杰叩见太子妃。狄仁杰，臣在。你终于肯来见我了。太子妃，臣琐事太多，未能常来给您问安，臣有罪。你说过要让我们夫妻团聚，什么时候？